凡夫众生，你要一直精进的比较困难，一段时间会很精进，出家人也是如是，在家居士也会这样。出家人一生都住在寺院里，天天那么精进他很难，一段时间他就会懈怠，乃至会退道心。那么居士修道呢，刚到寺院来，他很积极，寺院比较清静，家里比较嘈杂，经常恒常的保持那种心态去修行是比较困难的。虚老开示说，不论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总要认定一门，莫只干去，永不退悔。今天不成功，明天一样干；今年不成功，明年一样干；今世不成功，来世一样干。虚老常说，修道只有2个字，坚持。你一直坚持，哪怕功课做一点点，不要太长，一点点，你能够坚持，那就叫做不懈，坚持不懈怠，你就会有无量无边的受用。你念的很多，做的很多，功课做得很长，可是坚持不了，初心很难保持的。刚出家的时候呢，通常都是怎么样呢？铁定都能咬得下去，我这下什么苦都吃的了，什么活都能干，一段时间呢，豆腐都咬不动了，这个也做不了了，那个也苦了，这事情就出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懈怠坠落，心懈怠了。初心是有一种殷重心、虔诚心，想得到西奇神通的事情，一直坚持了一段时间，西奇神通都没有了。虚老给我们讲初到云南鸡足山的经历，看不到一个僧人，因为他们都穿俗服，所以认不出谁是僧人。他们全不讲修持，不讲殿堂，连香都不烧，以享受寺产，用钱买党派龙头大哥以为受用。我看到此情形，就发心整理鸡足山，开禅堂，做香，打漆，无人进门，讲经，无人来听。后来改奏传戒，从前僧家未有传戒受戒者，这回才初创，想用戒法引化，重新整理，因此传戒期限53天，第一次就来800多人，从此他们才知有戒律这一回事。慢慢的劝他们，也就渐渐和我来往，见知要结缘，要开单接众，要穿大领衣服，要搭袈裟，要上殿念经，不要吃烟酒荤腥，学正见，行为逐渐改变。我借传戒，把云南佛法的衰败现象扭转过来。在这种百事俱废的情形之下，可见鸡足山境况有多么恶劣。且不说住无房屋，食无宿粮，当地长久以来所形成的陈规陋习，无一不成为其重整僧伽的障碍。但是虚老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亦有了回报。云南的僧伽队伍终因一丰益，俗而渐趋于正道，鸡足山的佛教因此而重光。佛门清规戒律中，不忘发大愿为一戒，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念念不忘持戒，念念不忘修行，念念不忘所发大愿救护众生，一心发愿，绝不退转，便一定可以成事。我告诉弟子，今日参虽无力，明日再参，这个月无力，下个月再参，1年没力，2年再来，这就是一法，万法归一，三生不退，必定成佛。若是你有不退转的心，即便遇到再难参的禅，再难度的人，也可以参得透，度得了。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不退转的心，每日只图一进境，累加起来，假以时日，自然得天壤之别。可见不管做任何事情，想要有所成，就需要功夫，需要实干。佛教有一则偈子说道，人有不惜身，智慧心决定，如法行精进，所求事无难。其重点在于精进2字。其实偈语所强调的正是持之以恒的作用，立志发愿，并非晨起朝露，滴水观音，早上看到了效果，到了晚上就什么都没有了。3分钟热血，哪里还能做好事情呢？经里面说，普门品里面讲，念观音菩萨，种种感应，可是念了半天，观音菩萨没感应。有一个人生病了，得了癌症，他拼命诵经，诵着诵着他说，我诵经这么久，念佛念这么久，怎么菩萨也不来管我，也不来救我呢？病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后来死了，临死他自己也搞不明白，菩萨怎么就不管我呢？你这种心态来修行，本身就是很糟糕的事，带着一种责备、烦恼的心去修行，时时期盼着菩萨现前来加持你，你自己都没做到。事不退转，看起来是困难的，难度在于急于见到成果，所以就不再注重过程，以致无法坚持到最后。然而不肯退转也是容易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大家做什么事都不要急于求成，哪怕每天学习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积业成裘，聚沙成塔，成功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不过
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不退转并非贪婪，如果为了私利私怨投入全身心精力，既损人也是害己。